我们上一集聊了万达，讲了王健林是怎么样两次渡劫的。第一次是2017年在海外摔了一个大跟斗，把文旅啊、酒店啊这些胳膊腿儿全给砍了，壮士断腕嘛，对吧？第二次呢是2023年那个要命的对赌协议，最后没办法把万达商管这个心脏也给了人家。当时我就想，你看一个故事讲到创始人已经把控制权都丢掉了，这个故事基本上也该剧终了，对不对？结果我发现我们都是太天真了，哪是什么大结局啊，只是一个开胃菜，真正的终局，好家伙，来得更狠，也更加羞辱。这个玩意儿，它就是一张轻飘飘的纸，一张从甘肃兰州一个法院发布的公告，限制高消费令。你没听错，就是那个说1个亿是个小目标的王健林，曾经的中国首富，现在因为欠了人家不到2个小目标的钱还不上，被法院点名通告，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王健林先生以后坐飞机不能坐头等舱，住酒店不能住星级宾馆，夜总会、高尔夫球场从今以后就都别去了。你想想看，这都叫个什么事儿啊？这已经不再是生意场上赔了或者赚了的问题，而是把你按在地上，用法律给你盖了一个章，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羞辱。这是一场在全国人民面前直播的社会性死亡，就好像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身上那层顶级富豪的高级西装，呲啦一声，全都撕扯干净了。很多人就纳闷了，压垮万达这个庞然大物的，难道就因为这区区的1.86个亿吗？当然不是，这1.86个亿，它并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它是什么呢？它是骆驼已经被压死之后，法院过来咔给你贴了一张官方的死亡通知书而已。这张通知书就是告诉所有人，王健林过去这几年折腾的那些卖断臂求生已经彻底失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样一张限高令背后，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商业帝国是怎么样从信用危机一下子就滑进了资产清算这样一条不归路的。我们要先弄明白一个事儿哈，一个公司闹危机，它通常会分好几个阶段，什么时候它还能够扑腾两下救自己，什么时候它就已经彻底变成了砧板上的肉，只能等着别人来下刀了。这个分水岭对于万达来说，就是2025年9月这样一张限高令的到来。在中国，这种限高令它不是随便发的，法院不是吃饱了撑的，看你不顺眼就随便给你来一张。它的程序大概是这个样子：首先要有人在法院告你，然后他把官司打赢了你呢欠钱不还，人家会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先得试试看别的招，比如说查封你的银行账户，冻结你的资产。只有等这些招全部用完了，实在是从你身上榨不出钱了，没办法，法院才会拿出限高令这个大杀器。在这样一张纸出现之前，你看看王健林，他不管是把文旅城卖给孙宏斌，还是把几十个万达广场打包卖给泰蒙，他虽然是被逼迫的，但他自个儿也还是一个玩家，他还有资格坐在牌桌上跟人家讨价还价。但是这样一张限高令一出来，整件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您可以想象一下，兰州法院它为什么要发这个呢？它意味着法院已经试过了，想从万达集团的账上直接划走这1.86个亿，结果却失败了。你没有听错，一个曾经号称资产上万亿的商业帝国，连2个小目标都凑不出来了。这说明什么？这不光是说万达没钱了，这说明它整个内部的财务系统已经乱成一锅粥，彻底瘫痪了。总部的钱已经调不动了，它的金库空了。这就好比是一个巨人，你原来觉得他好像神情不太好，病殃殃的，人也很瘦，但是他的整个的这个巨人的价值还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气场也还在。结果有一天，你发现他连站起来走过去冰箱拿一瓶矿泉水的力气都没有了。从那一刻，你就应该知道，完了，这个人他到头了。
所以说限高令的本质它不是罚你的款，它是剥夺你的资格，是国家用司法体系给你脑门上盖了一个戳，向全社会认证王健林跟他的万达已经没有能力履行法律义务了。说白了，你老赖也就只有一步之遥。那最要命的是什么？是这个玩意儿是向全社会公开的。那在这个事情之前，就算王健林欠谁的钱，那也是万达跟债主之间的私事，对不对？老王他完全可以关起门来跟这个银行或者是那个债主私底下慢慢谈。但是限高令一上网，那就上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这个事儿立刻变成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公共知识。这就等于把万达最后那一块遮羞布一把就给扯下来，扔在了手术台的无影灯底下，让所有人都可以拿着放大镜慢慢看。那这样一张纸就把王健林从一个陷入困境的商业巨头，活活变成了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失信者。而在中国这个做生意最讲究面子、排场、讲究声誉的文化里面，这简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你在这个圈子里的社会资本瞬间清零。王健林想要靠个人面子再出去借钱，再去重组，再去东山再起，基本上已经没有这个门了。好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大一个万达，怎么就混到了如今连1.86个亿都凑不齐、都还不上的地步呢？答案就2个字：螺旋，死亡螺旋。我给你画个圈，你就能够看看他是怎么样自己把自己玩死的。第一步，万达他还不上钱了，债务违约了。第二步，那些借钱给他的债主一个一个都慌了神，是不是？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钱，立马就跑到法院去干一件事儿，申请股权冻结。什么叫做股权冻结呢？就是让法院给你万达持有的那些子公司的股份，咔咔咔全都贴上封条。那这些股份你不能够再碰，不能够再卖，也不能够拿去抵押借钱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变成了是一副套在万达脖子上的黄金镣铐。你还别说，这些股权看着是金光闪闪，账面上还是指了老鼻子的钱，什么北京万达文化80个亿，上海万达金融85个亿，但是它能够要了你的命，它让你动弹不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王健林他唯一的活路是什么？他只剩下卖。他把这些家当可以卖了换钱，可以用来还债。但是现在法院一道冻结令，把这样一条路给你堵得死死的。这下好了，这个死亡螺旋就完美闭环了。万达越是还不上钱，债主就越害怕，他越是疯了一样去法院冻结他的资产。而万达的资产越是被冻结，他就越卖不掉，也就越拿不到钱来还债。而到最后，所有能够卖的值钱的家当全都被锁死了，现金流彻底断掉，而最后连那1.86个亿都拿不出来，限高令的扳机也就这样终于扣动了。这个背后是一场非常经典的悲剧，叫做债权人踩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万达欠的钱，它不是1个2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银行啊、信托啊、供应商。从所有人的整体利益来看，最好的办法是大家坐在一块儿，围坐在桌子上，给万达一点时间，让他好好想想看，慢慢的卖资产。那这样大家最后拿回来的钱可能还多一点，这个叫做集体理性，对不对？但是现实社会当中没有那么的理想化，限高令就像是一声枪响，信号太明确了，船要沉了，大家赶紧抢救生艇呢。这个时候还有谁跟你讲什么集体理性啊？每个人心里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我要是傻等着别人先去法院把万达最后那一点值钱的东西都给查封了，我可怎么办呢？我不就是血本无归了吗？所以对于我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就是立刻马上去抢着查封万达的资产。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万达债主他们集体冲向全国各地的法院，引发了一场失控的踩踏事故，最终一定会导致一个灾难性的集体后果。这样一场踩踏会让万达的资产被零零碎碎的查封，任何想要整体打包出售的方案
全都会泡汤，最后只能够进司法拍卖，而那个价格都是骨折价，所有的债主的利益到最后全都受损了。您说这个事儿是不是特别悲哀？这样一张限高令，它就像是一个高音喇叭，它不只是债主失去了理性，它会瞬间触发更多的连锁反应。银行一听这个事儿，完蛋了，这个客户彻底没救了，新的贷款是1分钱不会有了，那以前的贷款赶紧查封催收。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它会直接把万达的评级降到 C， 在金融圈的黑话里头，这个就是违约的代名词。而那些给万达供货的供应商呢，以前是万达欠他们的钱，现在全都要先给钱后发货。您猜怎么着？万达在建的所有那些项目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它的现金流更加紧张。万达广场那些几万个开店的商户，他们也慌了，他们会担心啊，万达没钱了，物业会不会变得更差？商场会不会关门？一些大的品牌就会开始跑路，人一跑，客流就会下降，租金就会下跌，万达广场这个资本的本身就更不值钱了。只有那些想要低价趁低买入万达资产的人，这些人是乐坏了。这样一张限高令就是最好的压价工具，他们就好像天上的秃鹫，盘旋着，耐心的等待万达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们知道你急着要钱活命，所以价格能够往死里压，而万达除了接受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大伙儿发现了没有？危机到这个地方，整个性质已经完全变了。它已经不是一个用钱能够解决的财务问题，它变成的是一个你花多少钱都弥补不了的信任的鸿沟。在生意场上，信任就是那个乘号。当信任这个乘数变成0的时候，不管你账面上有多少资产，最后的结果都是清零。好了，当限高令这样一张判决书下来的时候，万达那层光鲜的外壳被彻底扒掉之后，露出来的是一片财务跟法律的废墟。我们来解剖一下这具商业巨人的尸体，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从法律上来看，万达已经是被官司给活埋了。到2025年9月份的时候，光是万达集团本集被法院强制执行的金额就超过了53个亿。我们刚刚聊过股权冻结几百个亿，这些冻结就好像是司法系统给万达的资产版图上钉上了一颗一颗拔不掉的钢钉，让它彻底瘫痪了。这些资产在地图上看得见，但是你根本摸不着。而且这样一些法律行动还揭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万达帝国它各个业务板块之间根本就没有防火墙。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好像你们家你爸在外头欠了一屁股债，结果人家把你哥的房子、你姐的车全都给查封了。为什么呀？因为你们家钱都搁在一块儿用，账都是算不清楚的。那万达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地方爆雷，通过内部非常复杂的关联担保它瞬间能够引爆整个集团的资产的连锁冻结，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的骨牌，后面就哗哗啦啦的全倒了。万达的倒下在行业里面也引起了一场大洗牌，所以你看天平的一头是那些供应商想买他资产的人，他们的议价能力一下子就顶到了头。过去是他们求万达，现在是万达求他们。天平的另一头是万达自个儿，而就在万达卖身求生的时候，他的对手在干嘛呢？华润万象生活2024年新开了21个购物中心，龙湖商业2024年开了13个，2025年还要再开10多个。你看看人家那个小日子过的是吧？这边是尸骨未寒，而那边人家在开香槟庆祝。一个帝国的黄昏，恰恰是另外一个帝国黎明的曙光。当然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就会发现万达的结局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问题，他也是被一个宏观的大笼子给锁死了。这个笼子有4根铁链，第一条是政治跟法律，国家不让搞高杠杆、高周转了，要防止风险，法律成了最后的清算工具。第二个是经济的增速放慢了，老百姓他捂紧钱包不花钱了，你线下的商场生意能好得了吗？第三个是社会，老百姓现在一听地产富豪，情绪非常复杂，对不对？经济这么差，大家的收入都不好，
你再被盖一个老赖的戳啊，品牌形象就彻底毁掉了。第三个是技术，直播带货这么火，谁还会没事天天去逛商场啊？所以你看，万达的死，它是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四股力量合在一块儿，给他判的死刑。万达他就算想翻盘都没戏了。万达的商业模式说白了就是一个信用飞轮，它的起点是融资信用。王健林靠着万达这块牌子，他能够从银行借来大笔大笔的钱，他的支点是政府信用，因为地方政府信任他，愿意把好的地段低价给他。而它的核心是商业信用，那些大品牌相信他，所以愿意跟着他去全国各处开店。它的闭环是资产信用，商场的这个租金非常稳定，资产就值钱，然后又能够拿去银行借更多的钱。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飞轮里面，信用就是那个润滑油，但是限高令一出来，就好像往这个高速旋转的飞轮里面猛地扔进去了一根钢钎，咔的一声，所有的环节全都被卡死了，整个链条开始倒着转，从创造价值变成了毁灭价值。银行不相信你了，断贷；政府、供应商不相信你了，项目停工；商户、消费者不相信你了，商场没有人在逛，没有人气。想买你的资产，他不再信任你了，他们就会往死里压价。所以整个案例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信用才是一家公司最核心的资产。没有了信用，你过去所有的优势、品牌、规模、关系全都没用。而触发这一切的那个 1.86 个亿，就好像是海面上冰山的尖儿，它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是因为它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水面底下那个更庞大、更致命的风险。水面下是53亿的执行额，是几百亿的冻结的股权，是几千个亿的总的负债。而这 1.86 个亿就好像是一支体温计，它往万达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体内一插，毒素直接爆表。它告诉了所有的人，这个病人他已经高烧到说胡话，高烧到系统衰竭，没救了。万达的悲剧它不是偶然，它的覆灭留下了几条血淋淋的教训，堪称终极的商业心法。首先是三大铁律，第一条就是信用的崩溃，它不是一点一点没有的，它是像水到了0度瞬间结冰一样，有一个临界点，一旦越过了这个临界点，它是断崖式的，不可逆的。第二，法律是商业的最终清算工具，当市场上的招都用完的时候，法律程序就是决定你最终命运的唯一力量。谁不把法律当回事儿，谁就会被现实碾得粉碎。第三，大到不能倒其实是个幻觉，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国，国家想要去风险、强监管，没有什么企业是真的能够大到不能倒的。规模不再是护身符，反而是更大的风险。我们可以简单弄2个模型来搞清楚万达完蛋的路径。第一个叫做信用违约螺旋模型，我们简单说可以分成5步。第一个是潜伏期，也就是卖资产，然后首次公开违约，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限高令。接下来是信用评级的断崖，也就是被很多这个机构拉黑。接下来是恐慌性的挤兑，也就是债权人踩踏。而到最后资源终于耗尽，法定清算，万达就会一步一步沿着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螺旋的路径走到尽头。第二个我们叫做帝国过度扩张锁定模型，这个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曾经特别成功的地产公司在环境变了以后会死得那么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万达那个高杠杆加重资产的模式，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顺风顺水的环境里头被优化到了极致的一个产物，但是过去的成功恰恰成了它今天最大的最重的枷锁。这就好像一艘专门为顺风顺水打造的超级游轮，它巨大，它笨重，但是现在风向一变，要逆风，要过急流险滩，这个玩意儿实在是太笨重了，它根本掉不了头，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往冰山上撞。过去的路径依赖，最终让它通向了路径毁灭。
好了，旧的国王倒下了，那么谁会成为万达这个商业帝国的新主人呢？答案就是我们上期视频曾经提过的那个资本巨头泰蒙投资集团 PAG。PAG 这家公司管着超过550亿美刀的资产，在业内是出了名的狠角色，外号叫做亚洲小黑石。他们的玩法是非常典型的资本猎手，低价收购快要死的资产，然后拆掉卖，赚大钱。人家可不是来做慈善的，人家是华尔街来的顶级外科医生，他手里拎的不是药箱，是手术刀跟骨具。我们上期讲了，为了解决对赌的危机，王健林他被迫把万达商管60%的股权给了 PAG 这些投资方，他自个儿从万达的皇帝变成了是一个大股东，他用最后的权杖换来了万达集团的苟延残喘。那么拿到控制权之后， PAG 这位新的国王他想干嘛呢？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辛辛苦苦去经营那几百个万达广场，他们的真实意图几个字儿就能够概括清楚：受控式肢解。那怎么样一个肢解法呢？第一步，通过股权控制了负责运营的这个软件，也就是商管的平台。第二步，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他们要搞一个500个亿的基金，干嘛呢？就是把那些最值钱的硬件，也就是一座一座万达广场的产权，从万达母公司手中买过来。所以大家看懂了这个操作吗？这个500亿对于万达母公司是救命钱，但与此同时，万达帝国最核心的肉也已经被 PAG 给割走了。所以这盘棋的终局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PAG 它最后一定会把这些万达广场的资产打包成金融产品，然后在资本市场上卖掉，赚个盆满钵满，然后非常潇洒的转身离场。所以这是一个商业帝国性质的根本改变。王健林的万达是一个建立在土地跟水泥上的实体的帝国，而 PAG 主导下的新万达会变成是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一串一串的代码。万达广场在物理上它依然矗立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你我可能还会去逛逛街啊，看看电影，但是万达的环儿已经变了，它的灵魂已经姓金了，金融的金。这个不光是王健林他个人的终局，它也象征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金融资本对于传统产业资本的一次最终的胜利跟收编。所以当王健林收到这张限制高消费令的时候，就好像给万达这部商业的悲剧吹响了中场的哨声。这样一声哨响宣告的不是暂停，而是彻底的 game over。 万达作为主角在牌桌上自由博弈的时间结束了。这样一张轻飘飘的纸，它以国家法律的名义公开枪毙了万达最核心的资产信用。所以这样一张限高令，它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是骆驼已经倒下之后，在咽气之前，司法体系给他贴上的一张盖了章的死亡证明。他告诉所有的企业家一个最朴素也最残酷的真相：你可以没有钱，你也可以丢掉市场，你甚至可以失去了控制权，但是你绝对不能够丢掉信用，因为信用没了，你也就彻底出局了。一个允许企业家凭着个人的胆识跟资本就能够无限扩张的草莽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一个更加强调规则、强调合规的商业的新时代已经来到。万达的故事它会变成是未来商学院里头一个经典的、一个非常昂贵的，但是也是让人非常唏嘘的案例。好了，朋友们，今天关于万达的故事就到这个地方，不知道您对于这期内容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不要忘记点赞分享，欢迎大家订阅爱生的频道，并且加入我们的会员。您的支持是我们往前走的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